嗨，大家好，欢迎回到 Python 魔法解锁系列。今天是第3期，我们要解锁2个超级实用的 Python 魔法方法 str 和 repair。想让你的 AI 模型在调试时输出清晰易读的信息，还是让团队轻松理解你的数据集对象？这俩方法就是你的秘密武器，尤其在 AI 开发中，它们能让调试变成享受。准备好了吗？点个赞，订阅频道，咱们开始吧。str 和 repair 这2个特别方法，它们决定了 Python 对象在打印或调试时的显示方式。听起来有点技术，但别担心，我会用简单的方式帮你弄明白它们的区别和用法。先来说 str， 这个特别方法是用来给对象定义一个用户友好的字符串表示。简单说，就是当你用 print 或者 str 函数时， Python 会自动调用这个方法，给你一个简洁易读的输出。想象一下 str 就像是给普通用户准备的名片，它的目标是让人一眼就能看懂。比如你有一个 AI 模型的类调用 print model 时， str 可能会返回一句像这是个3层神经网络模型这样的描述。直观又友好。 str 特别方法的关键点是 str 特别方法必须返回一个字符串，它的输出是为了让用户，尤其是非技术人员容易理解。在 AI 场景中，比如展示模型类型、层数或者数据集的样本数量， str 特别方法就派上用场了。接下来是 repair 这个特别方法，它是给开发者准备的，它定义了对象的官方详细的字符串表示。当你在调试代码用 repair 函数，或者在 Python 的交互环境中查看对象时， repair 特别方法会被调用。repair 这个特别方法的目标是准确、全面，甚至有点硬核。理想情况下， repair 特别方法返回的字符串可以通过 eval 重建对象。比如一个 AI 模型的 repair 特别方法可能会返回像 neural network layers 等于3 parameters 等于1000这样的详细信息。方便开发者调试 str 特别方法的关键点是 repair 特别方法也必须返回字符串，它追求的是精确性，适合开发者查看对象的内部细节。在 AI 场景中，比如调试时输出模型的完整参数、数据集的形状或标签， repair 特别方法非常有用。那么 str 和 repair 这2个特别方法有什么关系呢？简单来说， str 特别方法是面向用户的，追求可读性，输出简洁。 repair 特别方法是面向开发者的，追求准确性，输出详细，调用优先级也很清晰。当你用 print 时， Python 会先找 str 特别方法，如果对象定义了 str 特别方法，就用它，如果没有，才会退而求其次，用 repair 特别方法。但如果你用 repair， 或者在调试环境 Python 的交互模式下， Python 直接调用 repair 特别方法，不会管 str 特别方法。举个例子，假设你有一个数据集对象，如果用 print str 特别方法可能输出包含1000个样本的数据集，但在调试时 repair 特别方法可能会告诉如屏幕显示，细节一目了然。在 AI 开发中，为什么需要 str 和 repair 特别方法呢？先说说问题。 Python 默认的输出，比如那个长长的对象地址，信息量几乎为0。想象你在调试一个神经网络模型，或者检查一个数据集，这样的输出完全帮不上忙。你得花时间去手动检查对象的属性，效率低不说，还容易出错。这时候 str 和 repair 特别方法就派上用场了，它们能让对象的输出变得直观、实用。str 这个特别方法能让你的对象打印出一个简洁、用户友好的字符串，非常适合快速检查、日志记录，或者展示给团队里的非技术成员。比如说，你有一个 BERT 模型，用 str 特别方法可以让 print model 输出像 BERT 12层、学习率 0.001 这样的信息，一看就知道模型的基本情况。
连产品经理都能看懂。在 AI 开发中， STR 特别方法非常适合用来记录训练日志，或者在会议上快速展示模型的状态。Repair 这个特别方法是为开发者设计的，目标是提供详细、结构化的信息，方便调试和深入分析。它的输出通常包含对象的完整状态，甚至可以用来重建对象。举个例子，调试一个数据集时， Repair 特别方法可能返回数据集1000个样本10个特征及标签分布。有了这些信息，你马上就能检查数据的形状、样本数或者标签是否平衡，快速定位预处理的问题。在 AI 开发中， Repair 特别方法是调试模型参数、层结构，或者查找权重初始化错误的利器。那在 AI 开发中， STR 和 Repair 特别方法具体怎么用呢？这里有几个场景。模型调试，用 Repair 特别方法检查模型的层结构；参数设置，快速发现是不是权重初始化出了问题；数据集验证，用 STR 或 Repair 特别方法确认数据集的形状、样本数或者标签分布对不对，避免预处理中的 bug。日志记录，在训练过程中，用 STR 特别方法记录模型和数据的状态，生成清晰的日志，方便以后回溯分析。其实，很多 AI 框架已经用上了类似的机制，比如 PyTorch 的 NN Module， 打印时会展示模型的层结构； NumPy 的数组会直接显示数据形状和内容。这些都是 STR 和 Repair 的优秀实践，值得我们学习。在 AI 开发中，模型或数据集的状态经常变化，比如层数、参数量、样本分布等。如果每次都手动写死 STR 或 Repair 的输出，维护起来太麻烦。高级技巧是用动态方式生成字符串，比如假设你有一个神经网络模型，可以在 STR 特别方法中用格式化字符串，动态展示关键属性，像模型名称、层数。在 Repair 中，可以更进一步，便利所有参数，生成更加详细的，包含具体参数的输出。这样，无论模型怎么变，输出都能自动更新。AI 项目通常涉及多人协作、跨框架集成。STR 和 Repair 特别方法的实现必须足够健壮。在兼容性方面，确保你的方法能适应不同场景。比如 PyTorch 的模型可能运行在 CPU 或 GPU 上， STR 应该避免直接访问设备相关的属性，防止报错。可以用 try-except 捕获潜在异常，或者用条件检查动态调整输出内容。在安全性上， AI 开发中，数据集或模型可能包含敏感信息，比如用户数据。STR 和 Repair 特别方法千万别直接暴露这些信息，比如打印数据集时，避免输出原始样本，改用摘要信息，像样本数、1000特征数、10。还可以用 addProperty 或自定义方法，控制哪些属性可以暴露。实战建议，在 Repair 特别方法中，考虑返回一个能通过 eval 重建对象的字符串，但要确保不泄露敏感数据。在训练模型或处理数据集时，日志是我们的眼睛。好的 STR 和 Repair 特别方法能让日志更清晰、更可追溯。比如，在训练循环中，你可以用 Python 的 logging 模块记录模型的状态，而在调试时 Logger 的 debug 方法则可以输出详细参数，帮你快速定位问题。高级技巧可以用 logging 的格式化功能，结合 STR 和 Repair 特别方法，自动记录时间戳、训练轮次等信息。比如设置一个日志模板，每次训练时自动输出轮次、模型，这样日志不仅清晰，还能方便回溯和分析。咱们通过一个实战案例，看看 STR 和 Repair 特别方法如何在 AI 开发中大放异彩。这次我们设计一个 AI 模型和数据集类，模拟真实的调试场景。首先是 AI Model 类，代表一个神经网络。我们用 STR 输出简洁的状态，比如模型名字、层数和是否训练过，
适合快速查看。Repair 则给开发者完整的细节，包括层的具体结构，方便调试。接下来是 Dataset 类，模拟 AI 数据集。str 输出样本数和特征数，适合日志记录。Repair 特别方法则提供数据形状和部分标签，调试时一目了然。看代码，我们创建了一个3层的 ResNet 模型。Print Model 输出简洁明了，而 Representing Model 输出详细到可以直接复制重建对象。更酷的是，我们把它们用在日志里，通过 Python 的 Logging 模块记录 Repair 特别方法的输出，训练时随时回溯模型和数据的状态。这个案例展示了 str 特别方法和 repair 特别方法的完美分工。str 特别方法让输出友好， repair 特别方法让调试精准。AI 开发者们用上它们，你的代码会更清晰，调试效率直接起飞。好，总结一下，通过动态生成字符串，你可以让 str 和 repair 特别方法适应 AI 模型和数据集的动态变化。通过注意兼容性和安全性，你的代码会更健壮、更安全。通过与日志系统结合，调试和训练会变得高效又可追溯。这些高级技巧能让你的 AI 开发更上一层楼。试试在你的下一个 AI 项目中，用这些方法优化 str 和 repair 特别方法。你的团队和未来的你一定会感谢这份清晰的输出。好，今天我们解锁了 str 和 repair 的魔法，它们在 AI 开发中能省时省力，提升代码质量。想学更多？下一期我们会聊 add 和 EQ 2个特别方法，让你的 AI 类支持数学运算。快来挑战，用 str 和 repair 特别方法优化一个 AI 模型类。留言分享你的代码吧。喜欢这期视频，点个赞，订阅频道，打开小铃铛，别错过我们的 Python 魔法之旅。评论区见，咱们下期再会。